其实呢，我们在讲到美中之间的关系的时候，因为其实世界的格局现在放大来看，基本上很明显的就是这 G2 之间的互动。现在呢，他们高官之间互访，这一位呢已经回美国了，他是商务部长，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结束访中行，离前呢在上海的记者会当中再一次的强调，我们不会寻求跟中方脱钩，但是在国安上头，我们没有任何谈判的余地。好，这里头呢，其实在大陆这里。网络上面讨论更热烈的是什么？是刚刚好，就在他在大陆访问的时候，在中方访问的时候，华为无预警的推出了 Mate 60，很多人呢就在讲说，就是故意和拍垮啦，好，甚至呢在网络上面，大家还发现了，他下面呢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很常都会放上华为新手机。华为过往基本上他们如果手机要开卖之前，通常都会有些发布会啦，或者是说呢跟大家讲说，预告什么时候要开卖，但这一次是突发的开卖，所以很多人就会觉得是不是针对雷蒙多而来？毕竟他是商务部长，所以每一次在制裁，好，包括先前在讲华为的时候，讲的都是雷蒙多啊。雷蒙多他当时曾经说，如果华为放弃5G 还有晶片的研发，那他们就会停止对他制裁。好。结果我们当然知道了，华为呢，他们持续的在往前走。这一次呢，他们发现了说这个5G 手机呢还是自制晶片，现在啊，包括里面的内容都已经有人开始来拆分了，发现他们是自制的麒麟9000S 的晶片，还有2代的昆仑玻璃，以及呢采了第2代的北斗技术等等等。这一些呢还是第1部的卫星通话手机，虽然规格呢先前在网络上面已经有被披露，但当大家实际看到里面的内情的时候，又有更多的讨论。而也有人说了，这个华为在这个时候真的很厉害，因为呢看到雷蒙多，大家就会想到华为，说呢一直听到耳边遥遥的听到说遥遥领先4个字，蛮好的一个宣传了哈。其实呢这样子的一个情节，过往在2011年的时候也曾经看到，那个时候是美国的前防长叫做 Robert Gates， 他呢要来中方这边做访问，访问之前呢他曾经讲说2025中方都还造不出第5代的隐形战斗机啦，结果就在他来中方访问的时候，你看看这个是纽约时报的报道，说他们正在进行隐形战机的测试，就是歼20原型试飞。据说呢 Robert Gates 事后对于这件事情还有些的动怒，讲说你们怎么都没有事先告知我啊？这样子对我来说真的是不好看呢。这样我们的情报单位是不是也有点落差了？连这种事情都不知道，让他有些丢脸。好，其实呢，在这一次，同样商务部长雷蒙多来到中方，大家会有同样的感受。而在这个上海迪士尼乐园的时候，则是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风景。我们来看看这一段画面。I'm Gina. I'm very good. How are you, Gina? I'm having fun. You're having very fun? Yes. Beautiful shape. Precious, good to meet you. Bye-bye. 好，大家说呢，这看起来就是很迪士尼啦，整段影片在网络上面放送。可是呢，也有人说，怎么会那么刚好遇到一个小朋友英文还这么好，可以跟你对话，就称为迪士尼外交了。基本上呢，这一次雷蒙多他也强调，99%中美贸易都跟国安没有关系。星巴克不就在上海开了上千家吗？所以呢，他认为美企在中国市场还是会获得高水准、持久性的准入了。可是你前一天不是讲吗？说很多美企认为中方现在风险太高，不适合投资。到底讲的是哪一个啊？因为现在欧洲商会已经说话了，他们认为他们不会觉得大陆不适合投资，中方呢则是直接回应说，希望啦，美国人一直说要跟我们稳定中美关系，是不是能够拿出一些实际的行动来展现你们的诚意呢？至于呢，美国的好朋友加拿大最近也发现了他们的这个舰艇渥太华号已经宣告9月1号就要穿越台海，让大陆媒体这边呢就直接的讲说，现在是完全不把我们放在眼里了吗？他们讲到的一个事件说要给
家国好好警告一下，好好警示一下。特别提到了是在6月，好，当时呢，这个解放军苏州舰对上了美国的中云号，很明显的可以看得出来，那个时候呢，基本上这个中云号要往前，苏州舰呢就直接给它切过去。那当时呢，这美方这边还讲说这太危险了，画面呢也直接给它 PO 到网络上，更别说了，在去年中加的军机呢有近距离双方的对峙，好，甚至呢加拿大这边还直接的讲说很不礼貌还对我们比中指。对此呢，那个时候的中方解放军甚至强调说，这个就是你们挑衅的结果，你们来一次，我们就会反制一次。双方已经直接的对上，中方态度立场也很明确，可是美军更有更多动作。现在最新是他们要在离菲律宾的这个离岛，也就是所谓的巴丹群岛这里，要开发所谓的民用港口。巴丹群岛就在台湾的南边，大概不到200公里的位置。为什么选在这个地方开放港口呢？如果把这个地图放大一点点来看，你要知道，北呢，它基本上中方出来可以走公国海峡，南呢可以走巴士海峡，就会经过巴丹。在北这边，他们日本这里有加手纳基地嘛，在南这边呢，现在还没有一个地方可以好好的让他们使上力。所以，如果巴丹群岛这里真能够开放民用港口的话，有人就在讲，会不会他就把海马士也放在这个地方来做守卫呢？南北就能够把中方完全钳制住了，真的是这样吗？回过头要请教亮哥怎么样来看？好，华为这一回呢，在雷蒙多在中国的时间上，真的网络上面讨论度超级高。我觉得这个时间突然发表是有一点刻意啦，因为照理讲他都会有一个发布会嘛，那余承东那边走一走啊，然后之后才正式发售啊。那他这次是预售，而且早上刚宣布，下午3点就全部清光，它真的有很明显的突破啦，就是说它的实测，那晶片确实已经到了5G 的标准啊，可是它是不是用5G 晶片，现在没有人知道啊。就是它7奈米的效果出来，是那到底是用14奈米叠加做出来的，还是真的7奈米？中芯国际已经到达量产的良率了，现在没有人知道啊。那第二个就是。他手机如果能够交给中芯那个晶片做大量制造，那显然它的制程的软体自己也已经完成了，就是我们讲的那个 EDA 啦EDA 它等于是华为自己做出来了那至少它可以用不然怎么能够一下生产那么多那当然还有就是它有卫星通话的功能，是这个是全世界第一家啦，不是用那个大支的天线所以这个当然。让人家感到非常好奇啦，所以大家现在好奇的就是说，它到底在几个方面真的做到技术突破因为如果说它事实上是用美国的技术，可是却用不同的管道取得，而这个有一定的量那就表示美国的贸易封锁是失败的。对那当然也有人会说，是不是从某些大陆友好的国家，可是美国有卖给他们转售回来那如果这样，你就是贸易封锁失败。那如果不是用美国的技术，那就更了不起了，就是不是用美国的技术，结果做出来了所以坦白讲这个也难怪大陆我们会看到几乎所有的地方都欢呼一片我说实在那这个当然美国自己要去评估了我觉得这个就是在跟美国讲这个就是呼应了尼采讲的那句话啦，杀不死我了，让我更强大。事实上，华为不止在5G 手机活过来了，它事实上也在这个智能车的平台，还有物联网的平台杀出自己的一片天鸿蒙也做到4.0了我觉得这个美国真的搞科技的人自己都看在眼里了，就是你去围堵中国这样的一个规模的国家。你要围堵他，说他科技永远被掐死不能动，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嘛。北斗不是做出来了，量子电脑也可能也会自己做出来，所以我是觉得这个可能会使美国有一些人开始评估这个科技战到底要用什么方式来进行那总之啦，这个是一个里程碑啦，就是这样
好，那我们就要请教小舰长了，因为其实呢，现在美国我们看到雷蒙多比较像是商务上面的一个对垒了哈，但是呢，如果说您来看到的是在军事上面，您怎么样来看菲律宾现在呢？这个巴丹岛要让美国来建，他们讲的都是商用、民用港口，可问题是有没有可能，就像我们讲的战略上面思考，就是完全把解放军给堵了？等一会儿，小舰长要准备图，我们来看啊、这个雷蒙多的这张图其实啊解析度很好啊。那小舰长用了全那个高画质来印出来，结果这下面左下角他就告诉你啊，其实这个是华为手机最新的手机印出来的，那照出来的啊，而且那个只差没有皱纹印出来。那所以我们这样讲啊，美国一直迷信一件事情啊，也就是说我们跟那个大陆进行所谓的科技战是有效的，但真的有效吗？华为这次证明了效果不大，而且事实上在去年12月的时候，这个是金融时报他就讲了，他那个日本的一个科技人啊，也就是那个 NEC 跟 Sony 他的一个高阶主管就讲了，事实上大陆是可以安然度过的，只是暂时间难看一下。好。那现在我们来看这些事情啊，其实美国为什么对于这些情报有所落后呢？也就是不好好读大陆的论文嘛。我们来看啊，当初在2011年1月17号，他的这一个国防部长发生这糗事的时候，可是我们仔细看啊，这是2001年的论文，他就讲了一种小展弦比高升力飞机的气动力布局，这到底在讲什么啊？这就是歼20啊！有人说这不是歼20，这歼10。那他这怎么会有讲隐身呢？隐身，他不断的讲隐身，那就是歼20啊。那现在又说那个有关于说那个巴丹岛的问题啊，其实我提另外一件事，其实还有亚米岛。亚米岛距离我们的兰屿只有95公里，而且它是有机场的，他曾经这个是半岛电视台去访问的时候，他实际上降下了直升机，而且他的这个平台看起来很小，但是他们实际上是完全的整理过的。所以刚刚主持人讲说 HIMARS 是不是要放在巴丹岛？巴丹岛有点远啊，它放在亚米岛更近，离这个那个巴士海峡更近啊。从此，是不是每一次美国都说大陆的一带一路其实是那个盖的是商港，其实是军用，其实这个才是美国自己心里的想法吧。说要盖了商港给菲律宾，其实是要军用。来请教一下郑老师。刚刚那个郑亮提到说，华为这个是一个很大的突破了哈。当这就像你一开始讲的，这几天他们网络讨论的非常非常的多，可是我看今天就少了很多了。那到底是不是真的突破啊？那我看台湾有一个叫做 Tech News 的科技新报，就讲说，你以为怎么样？他说啊，事实啊会让这些粉丝啊玻璃心碎，然后在里面一问一答说 no 啊，都说这个不是华为有什么突破这样子。那这个就进入扑朔迷离。我当然一开始，如果我的立场，我当然是倾向应该是有个很大突破，然后能够打破美国这个不应当的制裁、不正义的这种管制。可是这个东西不能太乐观，有那么容易吗？那这个我们应该看正反不同的消息。不过不管怎么样，他在这个雷蒙多到的这个时候选择用这个方式，难道真的只是为了促销吗？华为如果这个促销，大家很兴奋他们爱国主义被带起来了，就是科技已经突破，就过2天让大家检验说挂了只是一个噱头，这个对华为好吗？他有那么笨吗？第二个，不管怎么样，大家一定要面对美国人这种，那就像那个荷兰怎么讲？3年前他说就把我们这些光刻机放在你中国面前，你都造不出来。2年之后就开始讲说，哎呦小心哦，万一继续封锁，万一他们弄起来。到了去年，华为自己弄说，你们华为这个东西自行研发光刻机是破坏市场。你看那么态度的变了。雷蒙多过去也是这样还警告说，你华为如果继续开发新的科技这个就我们要怎么对付？大家都可以研发科技，你们领先，你们赚了那么多钱，
然后人家好好跟你合作，被你卡脖子，然后被你这样打，他们就希望把华为彻底的打死。那如果真的华为在这种情况之下被美国联合全世界这么大的力量没有打死，能够突破，那我真的是觉得不得了这件事情。但是不管怎么样，至少他们没有屈服，还在努力。我还是很希望这次的突破是真的，好好的让美国人知道说，你们自己破坏国际分工的规则，挟着霸权强制打击别人，这个是不应该让他得逞的。还有很多人在这个喝倒彩，对华为喝倒彩，我都不知道这一群人你是站什么立场的。好，其实现在还有一件事情，那篇文章我有看，Atkinson，他那篇都是错的。OK， 你讲的是他讲的那个 Tech News 是不是？写的，在 Tech News 写的啦。OK， 好。因为人家重点不是放在那里，他说是不是中国自己的光刻机啊？当然不是嘛。哦。那是用5奈米制程做的吗？当然不是嘛。人家认为它是最多用到7奈米啊。是，所以这些呢，就是科技上面的一个讯息，到底有没有突破，这个是大家最在意的一件事，因为等于它突破了美方这边的制裁。但是呢，回过头来，大家也想问，这到底有没有可能能够突破？突破什么？突破他们不要再排了。好，日本呢现在排所谓的核废水这么一件事情，日本的岸田文雄直接跟你讲，免惊啦，我嚼你看，我吃给你看，他就直接大叹。福岛水产品还特别告诉你哦，我是在排污水之后，也就是8月29号之后，在外海这边捕到的，大家都很害怕。我吃给你看，不害怕。我还告诉你，有一种脆脆的感觉，非常好吃。甚至呢，美国的驻日大使他也直接访福岛，说要试吃水产来表态力挺。但是呢，基本上当水流往上走的时候，可能会先到俄罗斯啦。俄罗斯这边的外交部发言人就直接讲了，说建议你们啦，干脆改喝核污水啦，直接大家都喝好不好？一人一个来表态，你们支持日本。现在呢，到底应该叫核废水还是核污水？你会看到不同的媒体报道用不同的字。好，可是问题是，韩国这里的总理告诉你，他觉得这个都不好，他觉得应该要讲是经科学处理的污水才对。讲核废水、核污水，大家都会觉得说会害怕嘛。经科学处理的污水，他觉得这样比较好，马上就被在野党骂。你那么喜欢，要不要直接送到总统府当你们总统府的饮用水？其实呢，尹锡悦现在呢也有带头在吃鱼，告诉大家说我们的鱼其实现在没有问题。可是大部分的韩国人呢好像还是不买账，大家对于鱼，甚至呢渔民他们就讲了，眼睁睁看着30吨的石斑鱼现在卖不出去，他们其实呢也很心痛，想问问政府能不能够帮忙，帮我们做点事情。甚至有人呢就直接走上了街头，不止走上街头，是穿着丧服走上日本的驻韩领事馆来抗议，说他们的生存权就这样被日本给剥夺了。好，看到这个画面是在韩国，有上千人走上街头，穿着丧服来抗议。但是呢，中方这边他们其实呢，现在在民间大家讲了有一些的反日这样的情绪存在，而这股情绪呢，也蔓延到了美国。看到美国的纽约时代广场，中国这边呢有他们自己的这个网络上面串联，然后呢就直接 po 上了投放广告，用的呢是日本以前的宣传片，说哎呀，过往呢我们以为他们这个宣传片好像怎么这么奇怪，后来才知道原来呢他们在讽刺的是日本其实以后会排放福岛的核废水，而之前也才刚刚放宽，让大陆的团客可以去日本。现在说呢，基本上这件事情已经让赴日的机票预约少了30%之多，还真的有人打了退堂鼓了。甚至全面的禁掉了日本的水产，也造成呢以99%都卖给日本的高档海鲜，目前有2亿只，恐怕会滞销。日本这边就直接讲了，他觉得不合理，一切呢我们都有合乎规定来做嘛，你们这样子做，这不符合所谓的 WTO 规定嘛，所以呢他们要向世贸来申诉。中方这里直接告诉你了，我们的措施正当合理，而且完全必要，也就是说呢，现在你要跟我谈，你就直接先进了，我们再来说吧。所以看到的衍生出来的外交上面的问题，就是基本上呢，本来日本这边呢还有人要去中方访问，现在通通被说先缓一缓了。岸田文雄没办法说啊，那怎么办呢？是不是我们自己党里面有一个
跟中方关系比较好的二阶俊博，能不能麻烦你帮我疏通一下？能不能够请你告诉你的那些中国朋友，能够跟我们一起说说话，跟我们好好来瞧一下这件事情，不要让中日之间的关系，甚至韩国也很紧张，中日韩峰会还能不能开？这变成了外交战，一切要怎么样来看待？回过头要请教亮哥怎么样来看？岸田文雄是直接吃福岛水产，说很安全，没问题。中国大陆目前有回应啊，他说日本只要停止排放，它的制裁就立即取消啊。不过现在就卡住了啦，因为岸田这第一批要排17天嘛，总共要排7800吨啊。我看岸田这第一阶段他是铁了心的啦，就一定要排完啦。那至于下个月要不要继续排，那个时候政治情势会比较不一样。那为什么岸田急着找二阶俊博呢？因为9月3号是日本战败日，然后接下来还会碰到918，你去想想中国的情势会怎么发展？情绪上面不，因为中国本来民族主义就是会找象征的日子，然后大爆发嘛，对不对？那个我们说那个815，就是二战结束，那9月3号是正式投降，是。到9月18号是918，所以这个事情如果拖下去，我敢说到918之前都不会有结果了，因为那个气氛还在烧啦啊。那当然，中国大陆也在做节制啦，因为他也不想说造成了太多比如说外交的骚动啊，比如说打电话去抗议啦，那或者有人去丢砖块啦，等等啊，他也不希望这样啊。所以现在大概就是缓和，可是微博主要是因为这2天被华为的消息有点刷屏了，是不是？刷屏啊！可是这个议题没有消失啦，还是人家还是会回来谈啊。那回来谈，我觉得就是一些比较了解一些内情的事，人家就会开始拿出来谈啊。比如说，你日本明明有别的方法嘛，为什么一定要用这个方法？就是说，就会比较倾向提出说是理性的我们来解决问题啊。你不要排嘛，你可以用别的方式做嘛。比如说，中国跟俄罗斯就建议你把它蒸发掉嘛，成本是10倍，10倍也只有340亿日元呐。那日本光是输出到中国的海产1年就820亿日元，所以你自己去算损失嘛。我觉得接下来的讨论就会变成是这样了。就会变成是危机处理，就闹出这个事件了。那现在你怎么办？你要找个下台阶吧，那你就明明有那么多技术方法，也有人评估过埋在地底下，等等嘛。当然比较贵可是你却默许了东京电力公司用最便宜的方案，只要34亿日元就可以做，那就另外弄了一个所谓的全世界都听不懂的 LPS 你 LPS 如果这么好，你可以卖给全世界啊，为什么别的国家都没有呢？对不对？所以我认为现在大概在找一个不一样的技术方案可能会朝这个方向走。是好，岸田呢，他其实除了吃福岛的鱼，告诉你说安全好吃没问题之外，外交上面他其实也蛮焦急的，一直在想方设法找方法来突破。我们先进广告，广告回来继续说。好，日本开始排放核废水之后，其实在日本他们自己境内、国内、韩国境内、国内都有很多反对的声浪，但问题是政府都一直告诉他们没问题啦，很 OK 啦，不要害怕啦。来，邵县长，事实上我们来看就是日本它实际上对外输出的这些那个海产它这些输出的国家到底是哪些？其实最大宗的就是大陆它占比22.5%，第二个就是香港不也就是那个大陆的一部分吗？它占了19.5%，这两个加一加就42%啦。所以有媒体说外销数量少，影响不大，它外销的都是中国所以都是
中国大陆啊，所以不要开玩笑了。然后我们接下来看啊，这个如果我们来看这个从这些到底在那个太平洋捕捞的就不是在海上捕捞的这一些国家啊，其实捕捞的吨数最高的就是日本。这个大家会觉得感觉很奇怪，这个是因为他在自己的专属经济区来捕的，他是占了27%啊。那像我们占了60%，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专属经济区很小，我们都是到公海上去捕，这是在公海的比例啊。可是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其实日本它对于海上捕捞它的一个产值是很大的。那但是当然从事这一行业的人更多，怎么说？就跟我们台湾的农民跟渔民是一模一样的啊。为什么民进党政府这么在意农民，这么在意渔民？他的产值一样很低啊。那但是呢，他从业的人员高，那也就代表什么？日本在下一次大选的时候，他的这一些候选人都会遇到这些问题。现在卖不掉，就是捕捞起来的卖不掉，然后相关的，现在大家有去看一下那个这些海鲜市场吗？通通都等于摆着烂，然后对外输出的也通通都卖不掉。这种情形会让渔民还有让中间的承销商通通的生计都出现问题，所以问题没有这么简单啊！而且再强调一次，日本排放的是核污水，不是核废水。很多的台湾，我们很多的媒体在混淆这件事是完全不同的。好，我们先进一下广告哈，广告回来我们要请郑老师帮我们总结。我们要请郑老师来帮我们做总结。刚刚广告在讲说是核污水啦、核废水啦，阿亮说日本说是核处理过的水，那我就开玩笑说核污染过的废水，就是说现在因为这个定性涉及到底有没有问题。那你刚刚前面提到安田文雄就大量喝，现在连美国驻日大使也要去 pickle， 要把它支持上去，说没有问题。那我也看到报道说的法新社就故意去访问那个国际原能协会的格罗西说都没有问题，叭这样的东西哈。那如果是没有问题，就表示说有人这个太紧张了，或者故意去煽动啊。那韩国那些人是不是变得很无聊啊？中国大陆现在的禁止是不是都不对的？所以这涉及到一个很大的问题。但好，我的常年是在台湾的经验，如果这官员带头吃，大概就是有问题嘛。他为什么要这样作秀？你说啊，你台湾不行，人家日本比较高贵，美国比较高贵，他们来背书应该没问题。我也不太相信，说真的，这几年美国、日本他们那个真面目拆穿，呀呜都是一样的。好，那我看到最新谢长廷那一天讲那个怪话被人家修理之后，他发表脸书，他怎么讲？说我们台湾啊，针对这个超前部署，3年前，然后原能会去了3次，那取这个先后开4期次会议，现在原能会网站上面。大家午安，我是陈燕莹，欢迎来到新闻大白话。接下来这1小时国内外大小事，让您听得懂的话说给您听。我们现在介绍这1小时来宾，首先要介绍的是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老师，大家平安，以及公益人士郑春琪，大家好，还有前海军舰长吕礼诗，大家好。一开始要先带你来看到的是呢，他好像有点微微的嘴角上扬，好，这个是媒体说的啦。为什么？来看到赖清德他现在在出席活动的时候，那因为媒体就要问他问题嘛，用喊的就说，哎呀，副总统啊，现在郭台铭出来选了，有人说你躺着选，然后呢就拍到了说啊，头微微上扬，神情严肃的快速步入会场。不过出来之后呢，他很小声笑笑嘎大家说没啦，那有安内啦，因为他们说绝对没有躺着选。好，来看到的是民进党现在告诉我们了，9月6号呢，他们还要公布一个国家希望工程的国政蓝图。取名国家希望工程，大家就想问，
现在不是民进党执政吗？为什么是讲国家希望工程呢？是觉得现在比较没有希望吗？其实呢，在这几天赖清德还蛮忙的，也到了南台湾的屏东，来到这边呢，他还特别在保生大帝前面宣誓，说要打击黑金枪徒还有诈骗。但是，一讲到了保生大帝，大家想到的不是赖清德，大家想到的是他苏贞昌。好，还说呢，在这边宣誓，哇，就梗图马上出来了，说这样子会不会？我怀疑你在臭，但是我没有证据。保生大帝又有好多个问号了。每次选举好像呢，保生大帝都会被拉出来讲一下。现在到底赖清德他的选情是怎么样呢？基本上呢，从民调上面来看，还蛮稳定的。可是问题是，有一件事情我们就想问，到底他如果当选之后，对于两岸关系的变化，大家是怎么样的认知？来看到的是美丽岛民调哈，现在呢说两岸大选的攻防，谁来当总统，你会觉得两岸之间更紧张？发现了赖清德很高，49.8%、48.6%，这几个月下来，好像大家都认为他当选，确实两岸会比较紧张。可是问题是，另一家民调机构台湾民意基金会又告诉我们，当他问谁比较有能力处理好两岸关系的时候，赖清德第一名呢，28.4%，柯文哲25.3%，侯友宜22.3%。这两个数字怎么看怎么怪，为什么会不一样呢？到底赖清德当选是两岸关系更紧张，还是其实他很会处理，所以呢其实会比较好呢？其实现在两岸之间，你会觉得好像政府跟政府之间没有对话。最新一个比较是政府方面的对话是什么？是双城论坛。好，来到了上海，蒋万安呢跟上海市长两个人做双城论坛。上海市长呢提到两岸中国人的时候，民进党这边骂说，哎呀，你就是被人家吃豆腐啦，毫无作为，被人家变成了统战的样板。蒋万安呢引唐诗说，过尽千帆皆不是，这不应该是两岸的关系，我们是恰如这个江河行舟。所以呢，我们现在希望能够有好好的让彼此之间细水长流的这样子经营下去。好，可是呢，这个讲法绿营说不伦不类，那应该要怎么讲才是两岸之间的关系？大家怎么看呢？而且当我们认为两岸之间的政府好像完全没有沟通的时候，你知道吗？疫情解封之后，我们中央机构目前已经有6次组团前往大陆，要么参加会议，或者呢是先去考察要参加运动会等等等，包括体育、教育、卫生、金融系统6次之多，就从3月开始恢复交流之后，所以我们就想问中央蔡政府这边，到底你们的立场是什么？因为现在我们总认为，蔡政府这边总是很强硬嘛，看到了国外跟我们讲话的时候呢，我们就会马上的说感谢支持。包括英国国会现在有一个报告说，台湾是独立国家，国民是中华民国，拥有具国家地位的所有资格。外交部马上感谢他。当然，大陆这边呢骂翻了，说这个是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可是你要知道，英国挺我们之外，美国爸爸也挺我们啊。拜登现在呢又要再次援台8000万美元的军备，而且是史上第1次对我们动用外国军事融资。好，你必须要知道，外国军事融资基本上呢，它是跟主权会比较有关系的，所以呢，这还是一批无偿的军援，过往台湾从来没有使用过。那这是在继他先前用总统提拨授权给我们军备之后，再一次，他们说要强化我们的自我的防卫能力。这里头会有什么东西呢？先前呢说这25亿的军事融资里面还含有装甲车啊、无人机等等，国防部都说细节没有说明，但是很明确的是，美国方面觉得我们需要帮忙，我们需要被武装，我们需要做准备。看看他们的前国安顾问欧布莱恩之前也来过台湾嘛，总统呢高规格的接待，他现在就预估了，对岸恐怕2年内会侵台，美国需要帮我们备战，国建国造啦 AK-47 步枪、小型武器这种不对称作战的装备，我们一定要有。好，所以我们就要问国防部，你也这么认为吗？你怎么看？国防部长邱国正是说啦，国军只有王将，没有降军，这是绝对不会改变的。那我们呢是以避战来作为原则来处理。那这跟美国要我们做的又一样吗？
美国讲的，美国给我们的是我们需要的吗？回过头来请教亮哥怎么样来看？好，现在呢，郭台铭要出来选了，那很多人就说赖清德是躺着选，他们说怎么会是这样？其实赖清德的高点已经过了啦。最近几个民调，赖清德是从最高点往下走啊。比如说美丽岛的民调，它最高就是访美的效应啊，最高到了42.5。对。那最新的它已经跌到38.8。对。那当然主要还是非绿阵营的整合啦，因为就变成说它加起来到底跟赖清德差距是多少啊？那如果是用美丽岛的，那就比较悲观。因为柯家侯跟赖清德差不多啊，可是你如果看晋传媒的民调，那柯家侯加起来是比赖清德要多9%。那所以赖清德事实上，他如果是看到这样的趋势，他也是会担心呐。因为他不可能再访美了嘛。所以你说会有什么样的新的高点吗？不容易啦，因为你要知道，就是因为他是副总统，所以访美本来就比较容易造势。是。那彭博访问他，这也是因为他胜率目前比较高嘛，所以人家当然会访问你了啊。可是接下来，比如说他现在要公布这个国家希望工程啊，国政蓝图，这个坦白说，他就立刻卡到现在的蔡政府了，因为你事实上也是副总统啊。那如果你有一些新政想要有所改变，那为什么蔡英文做不到？那除非你跟大家讲说，我以后的内阁跟现在是不一样的比如说那个令人最讨厌的陈吉仲，你是不是确定要换掉我觉得你应该回答一些问题啦，比如说陈吉仲你要不要换掉？农业部长王美花这个完全不够格的经济部长你要不要换掉卫福部那个一天到晚跟人家吵架的薛瑞元你要不要换掉？我跟你讲，这3个人就是他的背后灵啊。所以你在讲国家希望工程，只要是谈到这个农业啦、渔业啦，或者是经济部啦，或者是卫福的相关的政策，人家就想到你背后这3个背后灵啊。因为政策是脱离不了人事的啦，就是你若有不一样的政策要推出，那问题就是你现在蔡英文这3个人，你连动都不能动啊。然后陈吉仲是无能到这个程度，你敢批评一句吗？你有听过赖清德对现有的部长做过批评吗？没有啊。现有的部长做的不够的地方，你有讲出过建议或批评吗？也没有啊。比如说我们最近看侯友宜对那个劳动部那个84量表，他说80岁以上的以后就不用再去验了啦。是这个政策。如果你支持，或者是卫福部支持、劳动部支持，就站出来嘛。不然是怎样？变成说，我挑战你，因为你以前老是用84量表卡住了很多人在聘外劳上，造成很多困难嘛。我们讲的这只是其中一个政策而已啦，还很多还有能源啊。能源赖清德要不要说明一下？我们以后都是火力发电因为在你的计划里面。燃煤加天然气会超过70%，甚至很多人认为，搞不好会有一个黑暗时间会超过80%。对，那台湾怎么办？台湾又碰到这个全世界都在做气候减碳，那欧盟对于含碳量高的产品未来是不准进口，这个你都要回答嘛。那蔡英文都没有做啊。李远哲找蔡英文。想要讨论气候变迁，蔡英文是怎么回答的？你应该记得吧？蔡英文说那个时候我就卸任了，不是吗？大家记不记得？一直到今年才编了800多亿，在对碳的我们那个排碳的实际的状况要做普查，一直到今年才编预算，所以你这个民进党政府对气候变迁。根本没有执行嘛，不然怎么会现在才编预算？今年才编呢。我现在认识一大堆这个行业的朋友，每个人都忙得要死啊，因为都在帮那些各大企业去做它的碳的估算啊。19万家中小企业
都要做。我看你怎么做，你告诉我你怎么做啊？那个赖清德有没有提出这种主张啊？19万家中小企业都要做碳估计，那你台湾经济部难道不知道吗？环保署不知道吗？拖到今年才编预算，哦，那中小企业这个碳的估算，我看至少要明年底才弄得完吧？你的时间表来得及吗？所以我跟你讲啊，我认为赖清德未来的民调只会往下走，因为他的背后灵太严重了。民进党的执政包袱就让他的民调再也上不去了。是，请教郑老师怎么看？我觉得为什么这个邱国正讲的话，我查了一下，因为过几天就93军人节了。是我旁边坐了一个军人，我们年轻有当过兵。93军人节在当年是非常非常重要，大家对军人的形象，对军人的这个尊敬。那么邱国正这个93军人节到之前呢，一个宴请的模范军人啊，这相关的禁军团体的场面，讲的这个精神的训话。我为什么特别选这个东西？邱国正今天做一个这个国防里面最大的一个掌握者，你听他那个讲话，某种程度你要肯定他。他说这个没有王将，也只有王将没有降军，就是说我们会战到底。那这个讲说100年来这个军人魂，军人敢战、死战不投降，这种气节、这种勇气，当然要肯定嘛。那他又讲说，我们现在是备战啊，也不求战，然后就希望能够应战的话，也是以避战为原则。是，可是他整个关键是说，因为因应中共共军的一直挑衅请注意，我认为你今天做个国防部长，所有的其他讲的大部分都对，可是那个前提是有问题的。军人应该战死，不应该投降。可是你为何而战呢？今天是真的是中共要来挑衅吗？好，我某种程度老百姓听了说很好，我们国防部长不是好战，不会求战，要避战，应该可以免于战。我要问你，邱国正，你要避战避得了吗？你要回答，你是拼命想避，那如果避不了，你们得战要亡，很好。可是我要问，你们为什么避不了？你的前提是老共天天打你，老共天天挑衅，这个认识是正确的吗？今天你如果做一个军人的最高的一个领导，如果要避战，你要直指元凶，让台湾不可能避掉的是美国人，不是中共啊！中共和平统一你就很好，为什么要跟你打架呢？为什么要开战呢？开战对他有什么好处？这个战如果发生了，避不了，是因为美国人干了。你看看接着你前面上面讲那一段，欧布莱恩讲的话，你看哦，2年之内很有可能就会发生战争。我要问欧布莱恩啊，你怎么这么清楚？我们感觉好像美国人很好意在给我们示警。我跟你讲，从我的角度结合我刚刚前面讲的，邱国正你要出来讲，欧布莱恩是不是跟你讲说2年之内要把我们国军送死，让你去做王将，你准备战死沙场？那这样的一个认识，这样一个要求，这样一种送我们去死，你为什么不应该避？你要避的话，应该是面对美国这只黑手。就你讲的是中共天天挑衅我们，你根本是个错误的认知嘛。所以他的结论是你勇气没有问题，你想避战也很好，可是你没有讲清楚真正战争的来源，造成战争的因素，那就是美国这个最可怕的。你应该对着他们，让他们不要操控台湾，我们才有可能避得了战争。结果你话讲一半，而且讲得好像很漂亮，那我们觉得说应该不会发生，你完全没有针对要害。欧布莱恩为什么清楚？因为他们在操控啊，今年要打，明年要打，什么时候要打，完全是美国人的，所以他放那个话，他讲说美国人是善意，完全是毒计。所以我说你做一个国防部长，我没有办法肯定你，你一定要面对我今天的挑战，你要往前，除非我讲的是错的。我们往前就问，战争的根源到底是来自中共，还是来自于美国？老共如果被迫也卷入战争，那也是被迫，就你们去应战，两边打成一团，结果你们变成战死沙场啊，会变成要实践你们的军人魂，值得吗？这样的认识正确吗？请问国防部长，你可以这样混日子吗？美国这只毒手，你难道看不清楚吗？如果有，你在93军人节，请你重新讲一遍，面对中华民国的国军讲，我们避战最大的目标是要针对美国，不要让美国操控我们，我们就可以避免卷入必死的战争，我们不应该为这个而死。我刚开始如果不是这样，全军赶快投降，为什么要当王将？为什么没有降军？他说这个不能改变，错。
如果是被美国操控，一点都不值得死。你们一定要改变这个认知，你们才有生路。好，其实在今天呢，国防部是直接跟美方这里来表达感谢的。最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他们要给我们这个8000万美元史上第一次的外国军事融资，说是无偿的军援，但到底给什么？国防部这边细节都没讲，到底是有装甲车吗？有无人机吗？到底这些是我们需要的吗？请教小舰长。邱国正部长通常话讲得很漂亮，他之前还讲过他说如果两岸，他儿子问他如果两岸打起来怎么办，他当时说你只有2个选择，一个在家里面等老爸光荣归来，一个到战场上去找老爸尸体。那他讲得很漂亮，这次又讲了说只有王将没有降军。我只是个小舰长，我问一个问题就好。去年当弹道飞弹飞越台湾上空的时候，那个部长你说因为国安高层有人有意见，所以没有通知老百姓。你连一个国安高层你都无法抗拒了，你现在说只有王将没有降军，这个成比例原则吗？只有黎民而死不没而生啊！你一定要站出来告诉老百姓飞弹飞越，大家要注意自己的安全。你有吗？你没有，专门讲漂亮话，为什么？因为你知道解放军不会站出来打你的脸。那对不起，小舰长有必要讲这件事那刚刚讲那个燕莹谈到说要卖我们什么，要卖我们什么，这个里面学问很大为什么？我们自己掏钱买了 MQ-9B 的海上卫士，海上卫士代表的是什么？代表的它是在海上侦巡的。但是现在美国要给我们的是什么？死神。虽然前面都是 MQ-9但是一个 A 一个 B， 答案差很多这个上面的就是 MQ-9A 的这一个死神无人机。这个死神无人机原来是没有计划加挂下面的这一些夹舱的，可是如果没有加挂这些夹舱，它其实要进行 ISR， 也就是我们常讲的情报监视侦查的效果是打折扣的。为什么这么说？我们在这边可以看到，它可以作为一种海上侦察，因为它下面有一个合成孔径雷达可以加挂在这下面，那它这里面也可以那个释放无人机，也可以放声呐浮标，也是加挂在上面。这件事情重点来了，什么重点来了？这是 MQ-9A 有这个功能吗？可以加挂吗？如果不可以，谁出这笔钱？通常只要开始加改装，就是加改装的人要出钱。那加改装出钱的时候，其实买一个套件更贵可能比他原来总统要送给我们的更贵。所以这个是我们应该想清楚的。那其实今天还有另外的新闻说我们现在要造那个2500吨的巡防舰，什么？说我们原来是要造的是像韩国一样这种大丘级的。你说这不是大丘级这个是菲律宾的黎察号这是菲律宾的。对，这是韩国帮菲律宾造的3000吨级的巡防舰。搞半天是这个样子，有跟老百姓讲清楚吗？你有告诉大家说原来我们要做的是跟韩国一样，你说我们的国建国造这么厉害，结果也不过是学韩国嘛？这样对得起老百姓的支持国防自主吗？好，